如果我不告诉你他们谁是谁，你觉得他们哪个更好呢？ Apple TV 上的各种播放器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啊，除了 Infuse 这个老大哥以外呢，尤其是在去年出现了不少的应用，让播放器这个赛道变得异常的激烈。我时常听到群友提到一个问题，到底这些播放器我怎么去选？今天我来给你们看看，让你们有一个直观的感受，只看画面，抛开其他各种功能，比如字幕啊、刮消速度啊、支持的协议等等等等，那些全都不考虑。毕竟画面才是播放器的核心。好，我们在开始前呢，有些前提要说明一下。由于播放器实在是太多，我只选了几个在 Apple TV 上的 App， 没有出现的呢，并不代表它表现不好哦，这一点大家要注意。纯粹就是因为数量太多，搞不过来。另外呢，今天的采样结果仅仅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，并不能代表人眼真实的一个观感。而且今天的这些 App 都是商店的正式版，画面也只代表这个状态下的表现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先来看看第一组，先来开个盲盒，它们均播放同一个文件，在激活杜比世界的情况下，这里无论是映射也好，还是原声支持也好，都不管，只要点亮就行。另外呢，我是通过 Mac AirPlay 的方式获取的 Apple TV 画面，可能会有轻微的压缩，也包括 Mac 连接的 4K 显示器这个设置。不过呢，即使这样有损失，他们几个也是在同一个环境下，应该还是可以说明一些事情的。好，我们看完这一组呢，再来换下一组看看。大家注意一下天空的这个云彩，看看它们有什么细节的变化。再来看看下面的各种山峰的这些暗部细节，不知道你们看出有什么不同没有？好，这里我再给大家插一个 SDR 的画面，大家对比一下。大家应该发现了 SDR 相对于杜比世界或者 HDR， 整体的画面会泛白一些。关于这个呢，我简单说一下呀，仅代表我个人，然后有不对的地方呢，欢迎大家来指点。SDR 这样的标准动态，相对于 HDR 或者更高阶的杜比世界这样的高动态，它们的亮度范围是不一样的，会丢失很多东西啊。高亮区域会被压缩为白色，导致泛白现象。再就是色域表现 ，HDR 拥有更广的色域范围 ，HDR 内容通常采用广色域。比如 REC 2020或者是 DCI P3 色域，颜色会更鲜艳、更真实饱满；而 SDR 使用较窄的色域，如 REC 709，颜色范围受限。当 HDR 内容的鲜艳颜色被强制影射到 SDR 的色域时呢，显示器可能无法准确再现高饱和度的颜色，导致亮部颜色溢出，表现为泛白或者是颜色失真。包括对比度的差异 ，SDR 对比度范围较小，亮部和暗部细节容易被压缩。另外 ，HDR 的内容高对比度场景会被压平，亮部显得过亮，暗部细节丢失，导致整体画面看起来泛白或缺乏深度，也就是画面立体感不够。整个画面看起来就是一个被压平、扁平的那种状态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明盘。我就简单说一下，其实多数 App 啊都大差不差，可以说几乎我自己看不出很明显的差异。另外这里特别说一下，这其中只有爆米花为 HDR 模式，其他均为杜比世界。这里面也有个别的 App 由于可能是调校的方向不一样，会明显区别于其他的播放器。由于播放器画面包含动态元素啊，精确到每一帧动画，单张截图可能无法完全去反映其数字。下面呢，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在播放视频时候的表现。这里我还是播放的杜比世界文件，大家用自己的眼睛亲自去感受一下，是否有什么差异存在。
好，我还是把 SDR 放上来给大家对比一下，这里你们自己去感受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自己用眼睛去看，我就不多说了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。其实看完呢，我自己的感受就是，画面上即使是老大哥 Infuse， 其实和其他的播放器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异。其他几个播放器，大家用的方案大概应该都是一样的，或者说非常的相似。当然，现在有些 app 已经开始写自己的内核了，比如 VidHub 的最新 2.0 版已经发布到 iOS 商店。如果感兴趣的呢，大家可以去试试。好，最后呢，我再提一下，虽然在画面上大家都几乎大差不差，但直到目前还是仅只有 Infuse 可以支持杜比全景声。大家注意我的用词啊，是只有 Infuse。如果你家有一套不错的音响，千万不要浪费 ，Infuse 还是你在 Apple TV 上必备的 App 之一。好，那么今天的内容啊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有什么想和大家分享的不同看法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高论。我是小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